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这一次变了的杨洋不再被世界所宽容。最近娱乐圈里可真是太热闹了，而杨洋与王楚然的舆论也正在持续火热地发酵着。随着电视剧《我的人间烟火》迎来大结局，杨洋的身上也被关上了许多的争议。不管这些争议到底是不是真的，但可以肯定一点的是，杨洋绝对变了。他不再是从前的那个阳光的大男孩了，而是变成了学会隐藏心事、越发成熟的男人了。不管以前是怎么样的，最起码现在的他已经不是完美男神了。当然，人都是会变的，这无可厚非。只是如今的他越发的让人看不懂了，这或许才是粉丝们伤心的原因吧。那么，是什么原因导致杨洋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呢？又因为什么让他一夜之间成为全网公敌？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杨洋的世界，看看在他的故事里是谁改变了他。一，古人云：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。虽然杨洋的改变没有那么的富有诗意，但对于粉丝来讲，确实是个了不得的问题。杨洋成名的比较早，差不多快有10年了，而在这10年里，他的身上一直都被冠以陌上人如玉、公子世无双的美名。就连那些在商场叱咤风云的女老板们，在杨洋的面前也只能秒变害羞又单纯的小女人，说一句话都会脸红的那种。所以这些年来，他顶着军艺3大校草中最帅的头衔，一直活得很精致，以至于慢慢的，他养成了不管干什么都端着的习惯。正因如此，才让他在这次的风波里无法自保。很难想象，原本一切都很完美的杨洋，也有跌落神坛的那一天。而造成这种结局的原因，只不过是他自己太能争风吃醋罢了。众所周知，杨洋未成名前是军艺的校草，和沈腾、沙溢齐名的那种。后来因为沈腾和沙溢全都长歪了，所以军艺校草的重担就落在了杨洋的肩上。网友们都说一定要让杨洋挺住了，不然最后的结果就是又一个沈腾和沙溢。不得不说，这真是想想都可怕啊。所以这么多年以来，杨洋也是明白不能太过放纵自己，要不然真等到哪一天和那2位前辈一样样貌不在，那也就没有必要继续在娱乐圈里混了。毕竟他之所以会如此出名，首先是因为长得太帅了，剩下的才是演技和炒作的关系。想当年，杨洋只用一部《红楼梦》就敲开了娱乐圈的大门，由他饰演的贾宝玉直到如今也能名列前3。可你知道吗？当初杨洋进这个剧组到底有多曲折？他又经历了怎样的厮杀？2007年春节前夕，李少红版的《红楼梦》剧组在解放军艺术学院选出了15名候选演员，他们初步确定包括杨洋在内的6名演员参加集体培训，就为了能赛出最完美的贾宝玉。然而，彼时的杨洋因为要准备南京军区毕业汇报典礼，并且还要参加国际舞蹈比赛，所以未能参加集体培训。好在经过多方协调，最终杨洋还是接受了剧组的单独培训。而经过了2个月的专业培训后，他也是被导演李少红选中，成为了《红楼梦》中成年贾宝玉的扮演者，由此踏入了娱乐圈。进入娱乐圈的杨洋很快就走上了正轨，仅只是几年时间，他就用多部作品为自己打响了人气。在此期间，他也一直都秉承着低调的行事作风，也尽管如此，还是惹来了不少的绯闻傍身。2015年，一部网剧《盗墓笔记》让杨洋成功翻身，开始了爆红之路。该剧在播出后的微博搜索量和视频网站播放量均为年度第1，同时也刷新了年度电视剧点击率。而杨洋也凭借着小哥张起灵这一角色，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。2016年，
杨洋带着最新作品《微微一笑很倾城》和爽妹子一起演绎了一场甜甜的恋爱。因为实在太甜了，所以该剧在播出后就在网上引起了巨大的流量，仅只是网络播放量就突破到了200亿次，还引发了颇高的网络热议度和媒体关注度。也正是从那时候起，杨洋个人在剧中的演技表现得到了观众们一致的广泛好评。与此同时，因为和不少当红小花都有过合作，所以绯闻也难免逃脱不掉。先和杨洋赚绯闻的是李沁，据说两人在出演《红楼梦》时就认识了，然后又一起封闭训练了3个月，逐渐成为了好朋友。那时候他们在一起拍照时，李沁会安静地把头靠在杨洋的身上，出去游玩时两个人手也会十指相扣。看手机的时候不仅要脸贴着脸，还要把双手叠在一起，看起来十分的甜蜜。可惜这段绯闻最后也没个结果，随着两人事业发展的越来越好，他们的距离也变得疏远了。而没有了和李沁的牵绊后，杨洋又和女偶像宋茜纠缠在了一起。2013年，杨洋在拍摄《减震奇缘》时认识了宋茜，两人被网友扒出同款衣服、同款帽子，平日里的互动也是十分甜蜜。而巧合的是，那时候宋茜刚刚回国发展，然后还是和杨洋同属一个经纪公司，可谓是抬头不见低头见了。随后这段恋情被传得沸沸扬扬，在网上迅速引起了粉丝们的关注。因为王王以前说过自己不喜欢姐弟恋，可是后来他又改口说可以接受比自己大4岁的女生，恰巧宋茜就比杨洋大了4岁，这很难不让网友们往歪处想。紧接着有媒体就爆出了疑似两个人同居的视频，再加上杨洋在拍戏期间还被狗子拍到探班宋茜的剧组，一时间种种证据全都摆在了台面上，直接就引起了双方粉丝大战的爆发。眼看着粉丝们吵得不可开交，再闹下去就没办法收场了，于是双方赶紧同时站出来否认了这段恋情，这才让舆论的风波降到了最低。可也因为这次的闹剧，让他们的关系不复从前，最终闹得不欢而散。除了以上这些女明星以外，真要说到和杨洋吵绯闻吵得最凶的，那必须是迪丽热巴了。如果不是知道他们俩是演员的话，估计我都以为这俩人现实中就是两口子了。这不能怪我，实在是《你是我的荣耀》这部电视剧的代入感太强了。要知道，这个电视剧的威力可是不小，仅在播到一半的时候就把播放器给搞塌了，更是用播放33亿、豆瓣评分7.0的成绩完美收官。同时他们的 CP 也是让网友们觉得最意难平的一对了。毕竟不管从哪方面来看，杨洋和迪丽热巴都很般配，所以不能怪网友们乱按关系，真是这俩人也太好嗑了。不过可惜的是，不管网上的舆论怎么传播，最后都没有撼动两个人内心的悸动。就这样，这段被网友们备受期待的绯闻恋情，就这么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慢慢的不了了之。而对于杨洋和迪丽热巴这对 CP， 也让人觉得很意难平了。在拍完了《你是我的荣耀》之后，杨洋就打算要开始转型了，因为年纪也不小了，在演谈情说爱的角色实在有点说不过去。这不，他立马就接了一部军旅题材的电视剧《特警荣耀》，在里面饰演兵王燕破月。或许是因为以前太注重形象了吧，再加上又是当兵出身，所以在骨子里总是有一种端着的架势。不知道大家怎么看杨洋的演技的，反正我是觉得他演这种军旅题材的电视剧有点太浮夸了。以前我只是认为我不懂得欣赏，直到杨洋今年演的《我的人间烟火》播出后，网上的争议一片，我才知道原来我不是孤军一人。2023年对于杨洋来说，
本该是又一次爆红的机会。可没想到，这次他带来的消防题材电视剧，不仅没有成全他，反而还害他不减。归根结底，这或许不全是杨洋一个人的错，更多的原因还是和一个女人有关系。在此之前，有狗子就曝光了杨洋和女演员王楚然的恋情消息。据悉，两个人是因为出演电视剧《我的人间烟火》而相识，然后在经过一段期间的相处后，走到了一起。不久以后，又有媒体爆出杨洋疑似和王楚然一起同游马尔代夫，让这段本就扑朔迷离的恋情再次添加了实锤。尽管二人一直没有回应这件绯闻到底是真是假，但是却改变不了大家都在吃这个瓜。而因为杨洋和王楚然闹出了绯闻，这让他的粉丝直接就坐不住了。没办法，实在是王楚然的身上负面新闻太多了，所以粉丝也是着急为偶像避嫌，所以才多管了闲事。在电视剧播出后，王楚然就因为演技的问题遭到了吐槽。先是角色的问题，有人说王楚然的演技太差，把角色演得太过恋爱脑，根本就不符合医生这个职业的形象，一点也不成熟。还有这些吐槽不仅是观众们说出来了，其中还有很多是影评人和娱乐圈内人士。也就是说，王楚然的演技不仅没得到观众们的喜爱，就连同行们也看不过去了。除此之外，王楚然还被网友爆料了。有一位网友在网上发了一段话，说王楚然之前在美容院侮辱她，说她是女巫。而对于这个爆料，也让王楚然在本就争议纷纷的舆论大火里又添了一把干柴。还有耍大牌一事，也是闹得沸沸扬扬的。紧接着，在一众网友们的努力下，王楚然公司不得不出面回应此事。根据他们的回应来看，这些事情都是假的，不管是耍大牌还是女巫事件，完全都是个误会。可是，这样的回应很明显没有半点效果，网友们该抵制还是在抵制。说到这里，其实和杨洋都没有什么关系。真正让杨洋因为王楚然而跌落神坛的，还得从他们合体上了《你好星期六》开始说起。为了宣传这部电视剧，剧组和主演们全都来到了湖南卫视参加《你好星期六》。在何炅的带领下，一众小伙伴们也是热烈欢迎起了杨洋的到来。很快，大家一起开着玩笑做起了游戏。可没想到，就是在做游戏的时候，王楚然一系列骚操作，就把绯闻男友杨洋给坑得凉凉夜色了。在猜拳泼水环节，因为杨洋一直在输，所以杨迪也是眼疾手快的一次又一次把水泼在了杨洋的脸上。而因为次次都来不及给杨洋遮挡的王楚然，很明显有点挂不住脸了，还翻了白眼。就在这时，杨洋观察到了身边人的不高兴，于是就借机想要找回面子，哄小女友开心开心。但是没想到的是，杨迪根本没理会到他的意思，然后又是一连几次的泼水，把杨洋给彻底惹怒了。紧接着，可能是觉得挂不住脸了吧，所以杨洋起身追着杨迪打。然后在追打的过程中，因为地下全是水太滑了，所以杨洋直接摔倒在地，闹了很大的笑话。这下原本就挂不住的脸彻底摔在了地上。然后杨洋明显有点不高兴了，之后在何炅的插话下才解除了尴尬。后来在另一场游戏里，杨洋再次把他的好面子给表现了出来，而这一次直接就让网友和粉丝们不满意了。原本大家都是有一次机会去玩单杠过墙的，秦霄贤等人也都是跳了一次，可是到了杨洋这里，他却跳了好几次，给足了画面。这不仅让别人的粉丝不满意了，就见网友也在说，为什么他能跳这么多次？要知道，现在秦霄贤的咖位也是不低的，可为什么往往一来就要给他让路呢？而且
当王楚然小家子气因为一个游戏就摆臭脸的时候，网王也是第一时间就选择了站在他那边，一点也没有要维护的意思。不得不说，经此一事，很多人都说杨洋变了，而且现在一看到杨洋，很多人都觉得讨厌，说他玩不起，说他为了能在小女友面前有面子，就开始争风吃醋，摆谱装前辈。可是明明之前他不是这样的啊，所以网友们才会对此很不适应。当然了，因为杨洋的变化，网友们也把心中的气撒给了王楚然，于是就有了现在王楚然被全网抵制的舆论。再加上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恋情被曝光，这下更让粉丝们接受不了了。特别是这次杨洋在《你好星期六》上的表现，让很多原本支持他的人一下子就觉得没了意思。对此，大家怎么看呢？